身为清初3朝元老，却在辞官时拉了数十个大箱子。弘历皇帝得知此事后，连忙拦住了他。他就是清朝名臣孙家淦。那么，他的大箱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？乾隆又为何会派人拦他呢？难道他真的是贪官吗？今天就带大家走进孙家淦的一生。孙家淦原本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，没有背景的他，在30岁那年考上进士，从此开始了自己的为官之路。初入官场的他呢，并不懂得世故圆滑那一套，所以在很多事情上都表现得异常耿直，总是会直言直语，因此得罪了不少达官显贵，在官场上也是备受冷落和排挤。所以在康熙年间，孙家淦一直默默无闻，做了将近10年的冷板凳。一直到雍正继位，孙家淦眼看新皇帝上位，一切都将重新洗牌。如果自己能够抓住机会，建言献策，说不定就能够改变命运。但即使是做了10多年的冷板凳，孙家淦依旧没有去改变言语过于直白这一点。他给雍正的3条建议是：清骨肉、停捐纳、罢息兵。我们先不说后面2条如何，光是第1条就足以让人惊掉下巴了。众所周知，雍正是经过9子夺嫡才登上皇位的，他的手中呢，难免沾有兄弟们的鲜血，而孙家淦竟然把清骨肉放在了谏言当中，这不等于是在讽刺雍正吗？果不其然，看到谏书以后的雍正十分生气，不仅要罢免孙家淦的官职，甚至还想处死他。面对震怒的雍正，群臣也纷纷噤了声，别说是为孙家淦求情了，一个二个都对他敬而远之，生怕一个不小心自己也受到牵连。就在众人都以为孙家淦必死无疑的时候，雍正的老师朱氏站了出来。朱氏认为，孙家淦虽然口出狂言，但是勇气可嘉。正所谓忠言逆耳利于行，冷静下来的雍正也觉得孙家淦罪不至死，而且他的确是勇气可嘉，普天之下恐怕也找不出第2个像他这样的人，对他呢多了几分欣赏。所以最后非但没有处罚孙家淦，还将他升为了国子监司业。孙家淦也算是因祸得福，赢得雍正青睐的他，此后开始平步青云，为官之路十分顺畅。时光飞逝，很快孙家淦呢又迎来了再一次的朝代更换。都说是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而孙家淦却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，只要有能力就可以效力于好几任皇帝。乾隆登基后，等待着孙家淦的又会是什么呢？和雍正继位时一样，乾隆刚刚登上帝位，孙家淦就向皇帝进谏了，同样还是进谏了3点：一是不要喜愚而误直；2是不要喜柔而误刚；3是不要喜从而误为。乾隆看到这3点以后，心中也是颇有感触。他看到了孙家淦作为一个臣子敢于进谏的可贵品质。孙家淦呢，也再次升官成了刑部尚书，并更加兢兢业业的工作。在担任刑部尚书不久后，他就发现河南某地出现了一起冤假错案，于是决定亲自前往调查处理。他细致入微地了解清楚了案件的始末，最终还了蒙冤者清白。这次冤假错案的办理，对孙家淦而言可谓是开门红，不仅让他得到了乾隆的信任，还让他在百姓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形象。此后，孙家淦的为官之路更是异常顺利，屡屡升官。到了公元1738年，孙家淦已经是升到了直隶总督的位置。虽然官越做越大，但是孙家淦却并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，反而更加勤勉敬业，留下了不少斐然的政绩。乾隆4年，监管河务工作的孙家淦看到百姓连年深受水灾困扰年，心中呢也是十分难受。为了能够改变百姓的生活境遇，他亲赴天津勘探当地河道河流情况，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出了可行的方案。朝廷按照他的方案进行了河道的修复与整顿工作以后，河道最终也得以疏通。他的方案不仅解决了水害的问题，还进一步加强了保定城郊的堤防工作，可以说是一举两得。除此以外，
孙家淦还十分关注百姓的生活。当时呢，有一条规定，那就是百姓不准私自酿酒。可是孙家淦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，百姓偷偷酿酒的行为并不在少数，不少人也因此获罪。孙家淦在了解这一情况以后，认为光靠惩罚是没有用的，还得从根本上找到原因，然后对症下药，才能彻底的解决这一问题。事实上呢，朝廷之所以会禁止百姓私自酿酒，是因为害怕这种行为会影响到粮食的储量。而孙家淦在走访之后发现，百姓酿酒的原料基本上都是谷糠之类的东西，根本不会对粮食民生造成威胁。于是呢，他便建议朝廷取消民间的酿酒禁令。这一禁令取消以后，民间的手工业生产得到了推动，也算间接改善了民生水平。除了前面讲到的这些官职以外，孙家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那就是监管理着国子监大臣。在清朝，国子监是最高学府，里面汇集着各类人才。在他管理国子监期间，曾多次上书要给国子监拨放经费兴建住房，国子监的办学条件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改善，为广大学子得到了更好的学习环境。他的仕途虽然算不上传奇，但也绝对可圈可点。毫不夸张地说，他的确是一位合格且出色的官员。可一生清廉的他居然差点晚节不保，甚至还惊动了乾隆皇帝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事实上，古代人十分讲究荣归故里，也就是风风光光的回家，让自己的父老乡亲见识一下多年以来的辉煌。可孙家淦在准备回乡之际却犯了难。他虽然为官多年，却始终坚守本心，保持廉洁的作风，从来不贪污腐败。这也就导致了他虽然是三朝元老，不过和其他的官员比起来还是囊中羞涩的。而且心怀天下的他经常会用自己的俸禄去接济其他百姓，所以用两手空空来形容辞官后的他也不为过。只是呢，身为三朝元老的他，如果就这样两手空空的回家，面子上也实在有点挂不住。更何况他也不希望让老百姓看到自己寒酸回家的样子，从而对朝廷产生不信任。于是他想了一个主意，找来10几口箱子，并在里面装满砖头，走起路来哐当作响，好让大家都以为里面装的是数不尽的金银财宝，这样就可以风风光光的回家了。可是孙家淦怎么也没想到，有些人居然会把这个当作是把柄，并且大做文章。他们在乾隆耳边煽风点火，说孙家淦拉着这么多金银财宝回家，可见他是个假清官。乾隆在听说这些话以后，心中也是十分不是滋味。虽然他一直十分信任孙家淦，但是孙家淦拉着那么多东西回家，属实有些可疑。于是按捺不住内心猜忌的他，终于还是命人拦住了告老回乡的孙家淦。在得知孙家淦的箱子里头都是砖头，以及他那么做的原因以后乾隆除了有些哭笑不得以外，又再一次的被孙家淦的良好品质所打动。他命人将孙家淦装在箱子里的砖头全部都换成了真正的金银珠宝。孙家淦呢，也算是真正的荣归故里了。俗话说3年青知县，10万雪花银，可见在清朝当官的油水之大。而孙家淦当了那么多年的官，到头来却还是两手空空，由此可见他是真正的清廉。在长达40年的为官生涯中，他一直任劳任怨，为了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。他为大清所做的贡献早就超出了职位本身，这样的人值得被后世歌颂。